台湾大叔阿平开箱华为 Mate 60 Pro。接续上集，台湾大叔排队3小时买到华为 Mate 60 Pro 手机，还没看过上一集的，可以先去看哦。这一区都是买完手机后来这边拆验机，后面排队的人依然络绎不绝，看来大家都想要支持华为，入手一支遥遥领先的手机。这次华为 5G 手机系列回归后，除了打脸老美，让美国的制裁打压破功外，更重要的是带动了华为产品零组件国产化的产业链。看到新闻提到很多华为供应链企业都提高工资，招募几万名员工，扩大生产线。华为的智慧屏，还有智能音箱，加上手机的热卖，相关企业股价也都涨了，还增加就业机会与收入，带动产生的正向经济效益，不只是华为一家企业独占而已。而支持购买华为的产品，也能让华为有更充沛的研发经费投入。华为每年把20%的营收再投入研发，所以能持续创新，开发出很多遥遥领先世界的技术，包括像是星闪技术、智慧新能源车的自动驾驶，以及刚发表的 5.5G 技术等。下午的人潮比中午前还多。如果华为这次没有成功突破老美的封锁，很多过去是苹果供应链的国内企业，要是不听苹果迁移印度与东南亚的要求，就可能被踢出供应链名单，没生意可做。就像2021年被苹果踢走的欧菲光，这2年很惨，亏损严重。但这回就是华为新 5G 手机的热卖，欧菲光的镜头模组也成为华为 Mate 60系列供应链。于是又活了起来，也就是跟着华为可以留在国内好好一起发展赚钱，不用屈从老美和苹果在搞的掏空中国科技产业链的阴谋和脸色了。不然被老美这样搞下去，大陆这10多年建立起来的科技产业链可能会因此出现问题。到马路对面拍一下华为全球旗舰店的建筑外观。所以花大钱买这几年没进步的苹果手机，钱进了老美口袋，他们又回过头来打压大陆科技发展，要来破坏中国的科技产业链，而会因此恶性循环，造成一些如产业流失与失业等经济问题。还有现在出门拿一台很贵的苹果手机，基本上外观都长一样，就算有不同颜色，也很难分出到底是 iPhone 11、12、13、14还是15。更不会有拿在手上与众不同还遥遥领先的那种感觉啊！所以不论是出于支持国产手机，还是支持华为发展中国科技进步的这种奋斗拼搏精神，或是真的喜欢这次华为新出的 Mate 60系列手机，也就不难看出为何有那么多人在抢购了。晚上在北外滩看完美丽的夜景后，回到酒店，来简单开个箱。黑色盒子拿在手上很有分量，标签上写着卫星移动终端，我的是雅丹黑 12GB 加 1TB 版本，外盒上印有昆仑玻璃和鸿蒙 OS 的 logo。拿出手机，重新开机。
开机的画面和音效感觉很不错。新机本身已经有安装一些 APP， 仔细看一下外观，黑色皮质摸起来很有质感，3颗镜头，Mate 60 Pro 可以插2张 SIM 卡，那就可以把我台湾门号和大陆门号的 SIM 卡都插在这只手机来使用。看一下附送的配件，88瓦的超级快充充电器和数据线，透明的保护壳，装上去后的样子。我们继续领先，领先同行超过15%，遥遥领先同行，遥遥领先比同行，遥遥领先于同行，优势不是一点点，还是领先很多，各方面都是遥遥领先，遥遥领先还是明显的领先，我们业绩领先，遥遥领先于同行，遥遥领先，遥遥领先于同行。回到台北使用了1周后，回台北这几天，有先安装了几个第三方软体，包括出境易、G-Space、G-Box 等，都可以安装原本常用的那些海外 APP 来使用。手机整体使用都很顺畅，没问题。有很多华为手机的独特功能，也慢慢熟悉使用中。原本一开始是套上原厂附送的透明保护壳，但看起来质感就很普通。后来我上淘宝买了一个质感还不错的保护壳换上去，保护壳上部也是和手机一样是黑色皮质，在圆形镜框边有金色装饰，侧边3个按钮也有金色装饰，整体看起来就更上档次，很有质感了。边这块是透明的，可以看到手机上的华为标志，拿在手上的皮质手感也很好。10月3日下午，买完手机后，来到北外滩白玉兰广场。从早上11点多排队到下午，还没吃中餐。看电影前先来吃个肯德基。国庆档看的第5部电影，魏翔主演，好像也没那么热血沸腾。今年的5部国庆档电影都看了。白玉兰广场这家 CGV 影城，前几年有来看过几次，这次又会来这看。这部好像也没那么热血沸腾的，排片少，场次时间不好找。刚好下午买完手机后，搭地铁2站过来这，可以看下午5点的场次。看完电影了，电影还不错，有喜剧加残疾人篮球运动的热血元素，也有温馨感人的地方。我本身很喜欢魏翔，他的上一部电影《这个杀手不太冷静》是第一次当男1号主演，搭档马丽演出，票房大卖26亿人民币。2019年的两岸影展，他有来台北，我有拿西红柿首富的蓝光碟给他签名。很巧，在这片他也是演教练。前面是几年前住过2次的 W 酒店。
从白玉兰广场这边可以看到陆家嘴天际线。过马路走到北外滩这边看夜景。国庆假期这几天，上海空气很好，气温也很舒服，对面的摩天大楼都看得非常清楚。从北外滩这个角度，除了可以看到浦东陆家嘴的摩天大楼天际线，也能看到外滩那边的万国建筑群。而且北外滩这边的人潮没有像外滩那边爆多人挤人，可以比较悠闲的散步看景。这边也有很多餐车。晚上在这看美丽的上海夜景，视觉上确实很享受。只是那些1450娃娃们无法接受吧，只会酸说这些都是面子工程，有的没有的，真的是很可悲又可笑。今天买到华为 Mate 60 Pro 手机，看了场电影，晚上又在北外滩欣赏美丽的上海夜景，度过了充实的一天。